我爹造反成功了，不知道怎么嘚瑟好。废帝风韵犹存，前太子颇具姿色，都赐给我女儿。父子二人气到呕血。我更激动，干嘛赐给我呀？赐死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父亲是个奇人，他镇守边疆，手握重兵，性情狂悖。他的梦想就是举兵造反，打入京城。每月15，他都雷打不动地给皇帝写信，问他快死了吗？我第一次看到信，人都傻了。爹，你不怕他来杀我们吗？我爹握着笔，凝眉深思，他会来吗？然后他把你快死了吗改成了你怎么还不死？我不敢说话了。但更奇怪的是，无论我爹在信里放什么绝词，皇帝都从没回过他。不对，有一次回过。我爹在路边捡到了尚在襁褓的我，他特别开心，给皇帝写信说自己有女儿了。本来跟死了一样的皇帝，那次回信倒是很快。信里说他的太子已满周岁，可以定下娃娃亲，连赐婚圣旨都带过来了。我爹一时沉默，将那信看了又看，立下了造反的决心。他拿着拨浪鼓来逗弄摇篮里的我。太子有什么好的？你是我的女儿，将来就是公主。我爹筹备多年，说反就反。我已经做好了成王败寇的准备，但没想到这造反不太对劲。我们每到一座城池，皇帝都派来一位心腹大臣来劝我爹回去。陛下说让将军回去，我爹不同意。大臣见他不肯回去，就让当地把城门给打开，放我们过去。有一说一，我确实没造过反啊，但不是都应该攻城门，放乱箭，然后大喊杀杀杀的吗？36座城池，36位臣子都没能把我爹劝回去。然后我们半年就到皇宫了，准确的说，半年的时间主要花在赶路上了。我爹骑在马上，望着皇宫城墙，感慨这一路也是兵不血刃啊。我的爹啊，太谦虚了，何止兵不血刃，是根本都没用过兵器好吗？皇宫也是静悄悄。我爹闯进御书房的时候，皇帝还在批奏折，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爹这暴脾气，上来就给他桌面清空了。还批什么？我都把你包围了。皇帝抬眸看他，神色冷冷。我爹也不废话，玉玺给我，你赶紧禅位。皇帝将朱笔搁在笔架上，慢慢站起身来，在博古架上翻找玉玺。当今陛下情绪稳定的不像话。皇帝写好了退位诏书，我爹举着玉玺，犹犹豫豫。皇帝等了半天，侧头看向他，满眼疑惑，然后用手指点了点，盖这里。我爹沉默但破防，他快气死了，把玉玺扔给了我。我默默盖好，收起退位诏书，然后兴奋地通知我爹，父皇，你当皇帝了。父皇也很兴奋，好女儿，那我们先做什么？毕竟我俩都没当过皇帝，不自觉就把目光投向了在场唯一当过皇帝的人。你应该先把你扔到地上的奏折捡起来。废帝长身玉立，唇角微弯，当然最后还是废帝自己蹲在地上捡起来的。父皇说自己都是反贼了，当然要竭尽所能的侮辱皇室。我不懂，这就是他在废帝捡东西的时候把脚踩人家背上的理由。他是会侮辱人的。他让我去抓后宫妃嫔，结果后宫没有妃嫔，这个主意落空。父皇就让我去把前太子抓来一起侮辱，但我去的时候，前太子正和太傅对坐论策。他身姿挺拔，面容清俊，席地而坐，侃侃而谈。我站在窗口，你是太子殿下吗？皇帝叫你跟我走一趟。我没说谎啊，我爹就是皇帝。那人看向我，眸光流转，让我稍后片刻。我等了半个时辰，才把人抓过来。父皇嫌我动作太慢，我委屈巴巴说他还没下课。我们是造反，你抓人还等他下课，你怎么不等他考上状元呢？姑不需要科举。前太子神色镇定自如，情绪管理和他爹如出一辙。我爹气得咬牙切齿。我爹想尽了侮辱人的办法，但无法让这对父子做出他想要的反应。最后他把主意打到我身上，灵光一现。废帝风韵犹存，前太子颇具姿色，都赐给我女儿。此话一出，3个人都沉默了。废帝手上握着奏折，往父皇身上砸过去。你有病，是吗？
父皇用胳膊挡下，我是皇帝，你再扔一个试试。废帝倒也听话，一连丢过来7、8个折子，就是砸他。还是前太子时时务为俊杰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似乎在认真考虑。你娶亲了吗？见我怔住，他补充道：姑不做妾。你小子是有原则的，你好歹是太子殿下，你不觉得耻辱吗？前太子摸着下巴，沉思道：对我父亲是耻辱，对我不是，我也该成亲了。你该成亲了，关我什么事？他拂了拂袖，你爹把你许给我了，那他还把我许给你爹了呢。他眉头微蹙，看了眼废帝，又看向我，那他做妾，反正姑不做。父皇对于前太子逆来顺受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对于不识抬举的废帝非常不满意。他说：现在我是皇帝，别说是我女儿，就是我喜欢你，你也得洗干净了送上来。废帝沉默半晌，除非朕死，否则绝无可能。父皇又暴跳如雷了：你跟谁震来震去的呢？我马上让人砍了你。父皇说还不过瘾，又用手去推搡对方。废帝自小养尊处优，动手比不过我爹，被推得连退数步，后背猛地撞到书架上，那动静听着都疼。我看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动起手来了？我实在不忍心，赶紧跪下请命：父皇，您干嘛赐给我呀？直接赐死啊！我看这里也就我是个聪明人，我都造反成功了，废帝和前太子这2个肯定是必杀项啊。室内寂静无声，我抬头看去，神色各异。我爹眉头一皱，抿唇不语，像是遇到了难题。废帝歪靠在书架上，嘴角勾起弧度。我正想他笑什么，一时不注意，已经对上前太子的眼眸。他眼神愤恨：你造反都一个人没杀，居然要将姑赐死！我不是不杀人，我是没机会好吗？我爹回过神来，握拳轻咳：虽然咱们是反贼，但也不能太过分。父皇让我把前太子带走，至于宁死不从的废帝，那就先由他严加看管。我爹还是太单纯了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。我这来的匆匆，也没有公主府邸，于是先住进了太子的东宫。夜里，我刚掖好被子，准备入睡，就被人掀开了。他妈的，我花了半个时辰才掖好的被角。前太子李慕卿坐在榻边，脱簪解衣，准备就寝。等他快脱完的时候，我出声制止了他：别睡，床上有人。李慕卿手持烛火，照亮了我。是你？他轻身靠近，白天想要刺死我，晚上是想在床上刺杀我。我自小在边疆长大，没见过李慕卿这么好看的人。他又和我离得很近，引得我口干舌燥，就张了张口。我可能脑子抽了，把他的蜡烛给吹灭了。李慕卿也怔住了：陈思君，你想做甚？我想了想，平静地躺下来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我想要……他手里的烛台倒了。李慕卿脸色顿变，把被子蒙到我脸上：你想都不要想。我每每把头钻出来，他飞速给我盖上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被气得使出小擒拿手，把他反摁在床上，侧脸贴着被子。虽然他是太子，但是身手一般，我开心极了。陈思君，你不能强迫我。手底下的人还在剧烈挣扎。我捏住他的耳朵，我想要你帮我把被子掖好。我被裹成了巨型蚕蛹，翻身都困难。李慕卿对他的作品很满意，然后抱了床棉被，躺在了我旁边。他说他认床，可能是造反太累了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我们什么也没发生，但已经睡散开了。我把头从他的胸前挪开，他把手从我腰上收回，全程保持安静，双方都很镇定，甚至李慕卿还让我先用水洗脸。然后我收拾好自己，镇定地走出宫殿，开始提起裙子，一路狂奔，杀到了父皇寝宫。爹，我和前太子不干净了，怎么办？救命啊！我急促地拍着殿门。终于开门了，开门的却是前皇帝，他披着紫色外袍，长发如墨，神色倦怠。他淡淡打量我，张了张口：你把我儿子怎么了？我瞳孔震惊，这不是说严加看管吗？我扶紧了门，身子微歪，声音颤抖：你
你把我爹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已经死了？废帝神色一正，他叹气悠悠道：你果然是陈显阳养出来的女儿。然后指了指走廊末端的偏殿。我爹正倚着门朝我挑眉，像是在说你爹我怎么会死呢？于宫中休整一夜，他今日换上常服，稍作收拾，倒是人模狗样。我想他曾酒后吹嘘，年轻时是风靡京城的少年将军，看来也有3分可信。我抿了抿唇，一跺脚道：爹，李慕清他搂我的腰。我可是陈将军独女，在边疆横行霸道，从来没有男人敢近我身的。我爹戳了戳废帝：你养的太子，什么玩意？然后又看向我，比划了个上勾拳的样子。那你打他？我低头叹气道：可他趁我睡着了才动手的。废帝眼眸微眯，戳了戳我爹的肩膀：你养的女儿不遑多让。我爹一时无语，最后咳了咳：那下次睡完把他赶出去。不对劲，他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呢？今天是我和我爹造反成功的第2天，我们在思考侮辱完废帝和前太子以后应该做啥去。思考了半盏茶，我爹恍然大悟，他盯着废帝，突然一拍桌子，指着对方的鼻子，一字一句道：朕是不是还没有登基？废帝揉了揉太阳穴，颇为无语地说道：你去上朝就是啦。我爹和我默契对视，没错，上朝去喽。去了才发现，上朝整整迟到2个时辰，满朝文武都在催吃饭了，甚至看到我和我爹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有的笨蛋还问：哎呦，陈将军回来了，陛下是不是不来了？赶紧咱们出去吃。我爹沉思片刻，我以为他要发火了，他却靠过来和我交头接耳：哎，还别说，我确实想出去吃酒楼了。我附耳过去，先上朝再说吃饭的事。我们就在众人好奇热情的眼神里登上了高处，然后我爹潇洒转身坐上龙椅，室内骤然死寂。我爹和众人面面相觑，他想把胳膊搭龙头扶手上，由于目不斜视，他胳膊肘搭空了，身形猛地晃动，稍稍有些许尴尬。我咳了咳，深吸口气，面带微笑，声音很大却略带颤抖：恭祝陈显阳将军登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爹面带微笑，俯视群臣，皮笑肉不笑地和我说：这个时候可以不称职务。另外，你怎么把太监的活都给干了？我看了眼旁边被抢位置的太监，他本就干瘦像只鸟，此刻紧张到眼睛转来转去。我挤出平易近人的微笑，谢绝了他递过来的拂尘。全场依旧保持沉默，直到有个人的护板掉地上了。我借机发挥，拔出剑来，冷声道：怎么？诸位是有意见？妈的，我好帅，终于有乱臣贼子的感觉了。为首的李慕清率先出列，躬身道：恭祝将军登基。他穿着太子朝服，衬得身姿挺拔，气宇轩昂。众人左顾右盼，互相摊手，陆陆续续跪了下来。我爹双手搭在脑后，往后一仰：好了，大家吃饭去吧。当皇帝好像也没有那么难。问题来了，父皇是登基了，但怎么通知到黎民百姓呢？这一路走来也没有打打杀杀，出了这个工程，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造反了。父皇说，要不然发传单贴告示。我摆摆手，太没有档次，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是草台班子呢。他赞同，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此时废帝和前太子和我们同在殿内，他俩跪坐在窗下进行父子对弈，一人执白，一人执黑，来回交锋。李慕清闻言看过来：父皇，这俩傻子玩大了怎么办？废帝自顾自下着棋：没事，让他们玩去吧。哎，我这脾气我还能听见呢，把我当傻子就算了，还把我当聋子。我连走几步，把棋盘给掀翻了。李慕清拍了拍手，镇定自若。他看向我，唇角微勾：无所谓，这棋我赢了。我爹也跟过来：李旭安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李旭安是废帝的名字。废帝将掌心的棋子往棋盒里放，语气极为自然道：没有啊，我看好你，你就是当世之枭雄，天下之雄主。废帝说完，抬眸一笑。我爹正想寻衅滋事，但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他也只得熄火了。李慕清嘶了声：
挑眉道：“我输了，服气。”他在地上拾起棋盘，然后抬头看我：“陈思君，我也没有看不起你，你就是倾城之美人，一世而独立。”他说我是美人还独立，肯定是今天殿前拔剑，我惊艳到他了。慢着，他好像是在撩拨我，差点上当了。我双指挑起他的下巴：“李慕清，你不会试图用美人计完成你的复国大业吧？”复国？李慕清一时怔住，脸色难堪。废帝胳膊撑着脑袋，修长的手指搭在脸侧，目光颇为同情。他朝太子轻摇了摇头，只会生搬硬套，可不行。李慕清闭了闭眼，颇为无奈道：“你都没改国号呢，我如何复国？原来还有国号。”我松开他，我悟到了，我可以找史官啊，让他把我和我爹写进历史里，这样不就完成改朝换代了吗？史官很快就来了，他看了看废帝和太子，又看了我和我爹，然后保持观望态度。你把史书写上，自今日起，李朝改为陈朝，开国皇帝陈显阳。史官张大了嘴啊！我爹想了想，在手心比划道：“我是那个显眼的显，张扬的扬。”我及时制止了他的丢人现眼。爹，我觉得他不是不识字。废帝和前太子都低着头，但我知道他俩在偷笑。我爹自觉丢脸，负手拂袖道：“那就是态度问题，拖下去砍了。”史官看向废帝父子啊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的造反大业里，第一个祭天的居然是史官。李旭安这才缓缓开口打断：“陈显阳，你要开国，你自己开一本就是了，我的史书就记到这里了。”史官连忙接话：“对，陛下，我给你拿本新的，从今日起记。”李慕清扶着额头，笑着揶揄道：“新的这本给估计上，陈朝的驸马是李慕清。”我脸颊微烫，这厮又在撩我。史官拿出空白簿籍，写上了陈朝记事。我和我爹才松了口气，这就妥了。新皇上任3把火：第一把，上朝时间往后推迟2个时辰；第二把，封我为公主，李慕清为驸马；第3把，父皇在朝上敲打了内阁首辅。字面意思，我爹从龙椅上站起来，掐腰俯冲下来，抢过首辅的护板，敲了敲对方的头。是争论留守京郊5万军队而引起的矛盾。我和我爹在边疆掌管50万大军，可以说是天选造反人。起兵造反那日，我爹带了30万大军，走到1/3的时候，发现人来多了，就让10万军队回去了。走到1/2的时候，发现20万也用不着，就让10万军队回去了。京城城门朝我们打开时，意识到10万也多余了，就让5万军队回去了。那5万人是最烦的，白跑一趟，整得挺热血的。剩下5万将士，我爹忧心进城，引得百姓恐慌，就让他们驻扎城郊了。内阁首辅在朝上说道：“如今陛下已经登基，这5万军士何该回防边疆？”我爹不同意，将士们都走了的话，我和我爹在京城举目无亲，多没安全感。首辅依旧不依不饶，上到祖宗国法，下到朝野百姓，说了数十个理由，要求军队无条件撤退。大概意思就是，你是皇帝，你得听我的，让军队回边疆，最好是继续放羊。我爹当时就纳闷了，我是乱臣贼子，你是乱臣贼子，我这皇帝给你当，来你上来坐，我看你站着怪累的。龙椅本就宽阔，他拍了拍空的位置，朝对方招手：“来，坐朕身边说。”首辅一时语滞，面色发红，半晌吐出一句：“庶子小儿，难登大雅之堂。”我爹15岁封将军，17岁驻守边疆，如今也才过而立之年，在年近花甲的首辅眼中，属实是庶子小儿，不服管教。我爹挑眉，走了下来，抽走他的护板，连敲7下。你以为我是李旭安，好脾气，让你们欺负？首辅大人为官30年，没遇见过这种情况，人都怔住了。等到7下打完，首辅摸了摸头，一下子伏地咆哮：“陈显阳，老子不干了，你等死吧！”我爹环顾四周，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位奋笔疾书的史官，记得把这段也记上，朕的高光时刻。史官握着笔，神情呆滞。啊！我爹面露嫌弃，耸了耸肩，
李旭安哪找的笨蛋？这也能当官？我也觉得这人真笨。我和我爹散了朝，我问他为何说李旭安被欺负，我爹就问我这几日你觉得当皇帝很爽吗？还没有我们在边疆自由自在。我爹说对啊，李旭安就很不爽，每天上朝听废话，下朝批奏折。而且我写信让他来边疆玩，他10年都没去过，内阁不让他和我见面，说我有军队很危险。他转过脸来，君，我危险吗？爹，你写信不是都问他死没死吗？我爹皱着眉头，目光惆怅，那是后来。他说他死之前会命我进京。我爹低下头，叹了叹气，边走边念着李旭安啊，李旭安。我停住脚步，难道皇帝驾崩之日，内阁就许我爹进京了？我是武将，我爹也是。武将若做到位高权重，都懂些不成文的规矩。皇帝临终之时，密诏要你回京，接旨便是赴死，不接如同谋反，反正没有好下场。我追上去，爹，难道这就是李旭安的帝王之道？如此冷血无情？我爹不以为然，他是明君，自然有情。李慕卿每日还在太傅那里读书，读的不是治国策论，便是纵横之术。我觉得这样不对，他已经不是太子了，学这些没用的，只会徒增烦恼，到头来学成他爹那样，什么帝王之道。我抢过太傅的书，稍作沉思道，他如今是我的驸马，你应该教别的。太傅看向李慕卿，他眉眼微动，轻点了点头。太傅犹豫道，那太子妃觉得驸马学什么好？不愧是他能做到太傅，这称谓两头不得罪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和老头计较，当然是学难得。我这几日看下来，李慕卿长得招人，难得是非常有必要学。太傅捻起长须，张了张口，臣只听过女德女戒，难得从何学起？看来这老头不行，还得我亲自教学。第一，不能和女人单独相处，看都不许看。第二，不能和喜欢你的女人说话。李慕卿吹着茶沫，嘴角噙笑，那包括你吗？当然不包括啊，你就是围着我转，有好吃的先给我吃，好玩的先给我玩。我站在他面前，背着手说个没完。他听得颇为认真，修长手指搭在杯盏，似乎在沉思。突然站起来，双手一伸，将茶盏递到我嘴边。那我请公主用茶，很好喝的，声如清泉，落入山林。我一时怔了怔，李慕卿，他好上道啊。于是就着他的杯子，默默喝了口茶。驸马很聪明，今天就学到这里了。我头也没回，就先跑了。李慕卿淡淡笑了，他单手将杯盏搁置，重新跪坐下来，并请太傅入座。老师，我们继续吧。我在门外紧靠着墙，心砰砰跳，脸还发烫。我大概是不能再刺死他了。李慕卿的表现温顺异常，我实在是侮辱不了他，而且难得他是真学到了。御花园内有美人拦住他，喊他太子表哥。李慕卿当场让人拿出帷帽，自己轻轻戴上，白纱把脸都遮住了。然后侍从上前，对不起，我家殿下不能和你说话。美人眼圈泛红，表哥打算娶陈将军的女儿。李慕卿点了点头，便走开了。我躲在湖边柳树上偷看，没想到这就完了。李慕卿走到树下，揭下帷帽，仰脸一笑，对我喊话：陈思君，下来。我脚尖一动，轻轻跃下。我又挽住他的胳膊，沿着树干飞起数步。他没反应过来，伸手挽紧了我，眼眸溢出光彩。我和李慕卿并排在树上坐着，我拿着柳叶往湖里打水漂，激起淡淡的涟漪。李慕卿，我厉害吗？摘叶飞花，很难的。我生怕他不知道这个操作有多难。李慕卿折下数根柳条，指尖翻转飞舞，做了个漂亮的柳枝环。他要往我头上戴，我低下了头。陈思君，你好厉害啊！他非要用哄人的语调，耳垂发烫。我生硬地转移话题，你哪来的表妹？对了，你娘是谁啊？李旭安没有后宫嫔妃，一个也没有。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太子。姑是过继的宗室子，生身父亲是梁王，母亲是王氏女，表妹自然是王家的姑娘。
李慕清侧头看我，不过我们往来不多，你勿忧心。我才没有忧心。我站起来要走，李慕清扯住我的衣袖。阿君，再陪我做会。湖光潋滟，日色渐沉。李慕清抬头看我。我5岁便开蒙，7岁迁东宫，10岁入朝堂，已经很久没上树了。原来太子这么可怜。我陪着李慕清坐下，直到夕阳西沉。我靠在他肩上，昏昏欲睡。夕阳的余晖下，李慕清将下巴抵在我的头发上，动作说不出的轻柔。陈思君，我仰慕你。我没有睁眼，但我听见了。我也是。我的心思已经变了，再和李慕清睡同张床，似乎不合适了。夜里，他照旧来，解衣躺下，很快似有睡意。我戳了戳他，你不是认床吗？他侧过脸来，怎么了？我沉思片刻，还是对他说，我把床给换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李慕清疼地坐了起来，他左右打量床架、纹路、质地，确实换了，而他居然没发现。他的脸颊飞速染红，尤其是耳垂，红得快要滴出血了。姑没说谎，我之前是认床的。他以为我会怀疑他。李慕清披起外袍，从床榻跳下去，差点跌倒在地。他向来仪态端正，甚少如此仓皇，竟然落荒而逃了。我对他喊：慕清，你没穿鞋呢。慕清，我还是第一次喊他的名字。我后知后觉。陈思君，李慕清，我们好般配。我猛地把被子盖上了头。我爹在前朝为所欲为，一天气哭俩大臣。我在宫里闲得没事，便去京郊跑马射箭。那马场还算不错，依山而建，铺设草皮，由近及远，全是红心靶子。我骑马跑了3圈，将箭袋的箭射空了，无一落靶。有人驾马迎来，朗声喝彩道：好！双方都在马上，虽已减速，互相绕着，一时也停不下来。那人却搭弓射箭，往我身上射来。我握着弓，双手张开，往后一仰，几乎贴在马背上。那箭从我头上飞过，正中靶心。梁王世子李若婷，他从我身旁过，伸出手来。就算刚才不躲，也不会伤你分毫。好张扬的人。我自行坐直，驾马回城。那人慢慢跟在后面。陈姑娘性格洒脱，向往自由，宫里不适合你。他认识我。我猜你是李慕清的哥哥。是。我得了这话，才转头看向他。你今日在此撩拨我，是要抢他的东西？我生在边疆，不适合皇宫，难道适合梁王府？你极度亲弟，上不得台面。一母同胞，他做皇帝，我做王爷，我哪点比不上他？你觉得公平吗？李若婷勒紧缰绳，目视前方。我没再去看他。慕清是君，你是臣。你为臣尚且如此，为君之道就更参不透了。我勒紧缰绳，往前快步。李慕清正站在入口处等我，他用手轻拂我身上的灰尘。李若婷驾马而来，要他同自己比试。李慕清直接认输了。论骑射造诣，孤比不过世子。然后牵着我走了。我贴着他，慕清，你真不如他吗？骑射是君子6艺，以他的学习程度，我不认为会疏忽此道。李慕清说，长短之争，非君子为。况且我是太子，若是逞能斗气，如何为天下君？我抓着他胳膊，眼睛贼亮，可你不是太子了，是我的驸马，可以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李慕清脚步一滞，我以为他改主意了。他凝视着我，沉声道：不可以。父皇曾教导过，我们有万事不可做，才可以换来某件事的自由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事，但李慕清应该是知道的。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深沉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鼓起勇气道：但我知道你就是比他厉害，比他厉害的多得多。李慕清只是笑，他扶我上了马车。我爹已经把内阁劝退的差不多了。7天有10个人都扬言不干了。内阁开始摆烂，废帝的奏折越批越多。忘了说，我爹只管上朝，奏折他才懒得批。李旭安不眠不休干了3天，终于破口大骂了：陈显阳，你干的好事！我特么现在比自己当皇帝还要累。我爹和我在下五子棋，他并不回头，
却能反手接住飞过来的奏折。他挑了挑眉，我拍掌，哇，爹爷好帅。李慕清撑着手，抬头看我，眼下乌青。他也被叫过来加班了。风水轮流转啊，也轮到这两人倒霉了。李旭安咬牙切齿，他走过来，把我扒拉开。我爹懒洋洋地看他，你想怎么样？李旭安冷着脸，将手指按在棋盘之上，3下5除2，赢了我爹的五子棋。我爹以这种杀人诛心的速度，赢到第7回的时候，我拦住破防的爹，把他给拖出去了。等到我安慰好我爹，再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御书房有了别人。听那声音，好熟悉，是内阁首辅，那个被护板狂敲的老头。当日陛下说，一路畅通，放他进京，配合他做戏，便能哄他上交兵权。如今陈将军不肯撤军，依微臣见，不如令禁军绞杀，日后再做图谋。李旭安声音冷静，那京郊5万大军呢？若是要反，如何应对？首辅沉声道，陈将军之女在军中颇有威名，听闻太子已经和他情投意合，想必只要迎娶陈思君，稍作安抚，京郊5万大军可收入囊中。李慕清没说话，原来他们故意放我们来，是为了杀我爹。李慕清还要我的兵权。我眨了眨眼，胸腔逐渐被酸涩感填满。我看了看爹，眼睛漫出眼泪。爹，我喜欢他，他骗我。我爹眉头紧皱，摸了摸我的头。君，他是帝王，你可做好喜欢帝王的准备了吗？我喜欢李慕清，喜欢他的言行举止，喜欢他的仪态大方，喜欢他镇定自如。我也喜欢那日他一本正经地说，姑不做妾。他骗到我了。我的眼泪簌簌掉落。我爹用衣袖给我擦眼泪。里面李旭安说话了，禁军在太子手中，太子觉得呢？我睁大眼睛听李慕清怎么说。父皇，儿臣会办好的。我哇地哭出声来，惊动了门内门外的人。废帝、前太子、首辅同时看了过来，场面尴尬。李慕清率先反应过来，他跑过来，阿君，你听到了？我泪眼朦胧，指着他，李慕清，你骗我，你欺负我没有你聪明，你把我当傻子。李慕清没有立刻反驳，而是握住我的手腕，将我带到一旁。内阁首辅走到我爹面前，陈显阳，你只带了女儿入宫，生死皆在他人手中，如今也该就死，将军权收归中央。我爹拔出剑来，剑指首辅。为什么10几年前你们为了军权杀我全家，10几年后你们还是要依依不饶？我惊得止了哭声，我从没听过我爹说他的家人。首辅毫不畏死，他走近几步，那剑刃所过，一出血珠。军队、民心可都是属于天子的，若不是当年陛下不顾满朝施压，强行放将军到边疆，你陈显阳如何能活到今天？我爹高声反驳，可我陈家从没有要反。首辅继续逼近，你陈家有谋反的能力，这就够了。我爹面色严肃，他盯着首辅大人，反而开始冷笑。若我今日愿意上交军权，你们会让我活吗？首辅摇了摇头，不会，你必死无疑。没人会把刀递给敌人，也没人会相信对方真的交出了刀。我爹反手将剑横在颈间。李旭安，你要我死吗？李旭安已经在原地沉默了很久，他面色隐忍，突然闭了闭眼，将桌上的东西猛地拂落在地。他双手撑在桌上，低着头。够了，攥紧的拳头，指节泛起白翳，整个人微微发颤。够了，朕已经忍让多年，要做明君，要做贤臣，都做够了。是朕哄骗内阁，让他们放行，不过是……他声音一哽，想见一见少年时的朋友。李旭安抬起头来，看向我爹，不过是想见你，和你玩罢了。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我爹放下了剑。16岁离京，32岁造反，已经过去16年了。写过无数封信，喊他去边疆玩，都说来不了。首辅跪地劝谏，陛下，少年心性，不可取啊。李旭安早已恢复了冷静。首辅大人，朕已经写过退位诏书了。朕
不想做皇帝了。我打了个哭嗝，凄凄地看向李慕清。李慕清拍了拍我的背，他上前一步，恭敬地扶起首辅道：“首辅大人，以后由孤来陪内阁玩吧。”首辅无话可说，深深叹了口气。我怕首辅再说要杀我爹的话，连忙补了半句话：“我愿意嫁给太子，那5万兵马就当是我的嫁妆了。”首辅闭了闭眼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今天也是千古贤臣的一天呢。夜里，我刚睡下，李慕清又来了。他面带愧色，是来道歉的。太子殿下不是认床吗？东宫太大，迷路了。我回去发现我不认床了，现在认人。李慕清站在床头，帮我掖好被角。我翻过身去，毁了他的作品。李慕清靠过来，君君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将手伸过来，指尖荡着个异形铁牌。我懒得看，我是傻子，我不认识。李慕清小心翼翼道：“你不是，你今天还说愿意嫁给我。”他还敢提白天，我立刻坐起来。白天我是为了大局考虑，你以为我就上赶着喜欢你？我不是人吗？李慕清用手顺着我的背，我知道，这是掌管禁军的令牌，我送给你，你就不会担心了。我虽然还在气头上，但还是把礼物收下了。黑甲禁军的令牌啊！如果不是李慕清在这里，我非得抱着亲一个。我保持着面无表情，暗地里用手摸材质纹路。是真的不是假货哈。李慕清拽了拽我的衣袖。那我可以睡这里吗？我什么也不会做。我往床榻里侧挪了挪。李慕清开心得像条狗。第二天，我拿着令牌去我爹面前显摆。看，这是什么？黑甲卫的令牌，我一声令下，就可以把内阁全端了。我爹眼睛都发光了，瞬间他觉得自己的玉玺不香了。因为我们都是武将，更加喜欢黑甲卫。废帝和前太子又在那处下棋。李旭安听到我们的话，他眉头一皱，那可是皇宫最后一道防线。你为了上床就给他了？李慕清微微挑眉，手执棋子，轻轻落下。父皇，你话说的太难听，你可是连传国玉玺都给人了。李旭安默默道：“那东西本来就没什么用。”李慕清没反驳他。父皇说的极是。太后回来了。我和我爹四目相对。爹，你说太后会不会不喜欢我？我爹沉思片刻。反正她不喜欢我。我更担心了。太后是不是不喜欢舞刀弄枪的人？我和李慕清说，她哑然失笑，说我和我爹情况完全不一样。果然，太后见到了我们。她挺喜欢我的，握着我的手，忍不住感慨，好漂亮的小姑娘。她见到我爹，面无表情，哦，是陈将军。我爹无语。太后也很奇葩，她只关心现在到底谁是皇帝。李旭安问：“母后何出此言？”太后笑了笑：“你不肯纳妃嫔，现在换皇帝了，本宫肯定要开始催生啊。皇帝是谁无所谓，开枝散叶是关键。我们4个人异口同声啊！这是谁给您派任务了？哀家看看，你们谁愿意担此重任呢？”太后的目光肆意打量，像是在挑宠物。我爹赶紧从怀里取出玉玺，然后看了一圈，扔到了我怀里。我也烫手啊！我急得把玉玺丢给了李慕清。脱手的那刻，我意识到，糟糕，给错人了。李慕清握着玉玺，我眼巴巴地看他。难得啊，难得。李慕清点了点头，我才放下心来。那朕就却之不恭了。你小子改口够快的。合理怀疑已经私下排练好久了，我差点把牙都咬碎了。李慕清，你……他挑眉看我，爱妃，怎么了？我在太后面前不太好发作。李慕清将我揽过去，拉着我和太后跪下。祖母，儿臣和君君会努力的。至于后宫，儿臣睡觉认人，实难从命。太后扶着宫人的手入座。行吧，行吧，你比你爹强就行。我也是够够的了。事情就这样搞定了。太后让我们该登基的登基，该成亲的成亲。还有一个，从哪来的，滚回哪去。
他懒得管我们了。李慕卿登基了，我顶着太子妃的名头，直接成了皇后，特别威风。李慕卿骑着马，把我从京郊大营里接出来。我在教场的旗杆顶端绑了绣球，远远看上去就是个小红点。李慕卿坐在马上，搭弓射箭，一箭就射中了，引来众位军士欢呼喝彩。我踩着他的马镫，上了他的马。李慕卿，我就知道你骑射是最厉害的。李慕卿从身后拥紧我。君君，我曾与你说过的唯一自由的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爱我，是爱你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长安街最繁忙的路，今日被人提前清空了。他鲜衣怒马，从未如此肆意。这就是用万万个不能换来的唯一可以。我当了皇后，日后也会有万万个不能，但我也有我的唯一可以。李慕卿，我也仰慕你。他的笑声回荡在我耳边。你那日果然听见了，我爹要回边疆了，他要把李旭安给带回去。李旭安问他，那江山如何？我爹回看他，就撂在这。二人一时无话，直到我爹再开口了。你要我替你镇守边疆，我守了16年，你不想验收下成果吗？李旭安叹气，当年形势危急，我不如此说，你不肯走。我爹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去了。可是当年你说会去边疆找我。李旭安沉默良久，那请你等等我。成年人说话，点到为止。李旭安转身离去。我爹握着缰绳，深深叹息。他决定自己走了。君君，你俩好好过。他对你不好，就给我传信，边疆50万大军都是你的后盾。李慕卿身形一滞，他低声保证道：朕会继续修难得的。难得啊，保你此生荣华富贵。我爹调转马头，回望宫城，唇角微弯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见到京城了。驾！因为过于伤心，所以他骑马跑得飞快，以至于李旭安搬完东西，他已经走了3里地了。李旭安沉默了。不是，我不用带行李的吗？我和李慕卿目光错愕，怔怔地回过头来，眼泪还没擦干。李旭安让装满行李的马车在后面慢慢走，自己骑马先去追人了。我和李慕卿笑着往回走，挽紧了彼此的手。余生是你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